照你的计划，借刑部之手揽下宫一城之死，然后再顺势跟着王爷那边派来营救的人，一路跟到通州的据点。这样我们既可以除掉王爷的人，又可以顺势在朝廷那边领受一份功绩。哎，再拿着燕后爷这边的书信，去收服通州军营的人手。现如今可好，这张遮在中间横插这么一杠子，怕是要坏事儿啊。这位谢少师啊，看着与世无争，心思却重得很，城府委实有些深。我也看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些什么，只是这一回要偏劳你了。学生分内之事，何来偏劳一说？老师言重了。得你张遮，乃刑部和朝廷之幸啊。要不然，我们趁乱把他给……不可。为什么？你若再放任此人行事，必然是个威胁，后患无穷的。此计是我出，日后沈郎必会让我掌控全局。且这张遮是朝廷命官，若是一无所获还殒命其中，那我恐怕只会担责且招来非议。暂且缓一缓吧，看看他潜入其中到底能发现什么。不对呀，你放任个变数不去处理，这不是你谢居安风格啊。不是你倒是继续说呀，你别说一半藏一半啊！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，你倒是给我个交代啊！你可看清楚了，当真是黄钱？千真万确，他们现在就落脚在城南那家青楼，我暗中跟着黄钱进去探查了一番，听说他们一行人包下了好几间房，来的人绝不在少数。这个黄钱是王爷安排在那位身边的护卫，平素是绝对不会离开金陵的。这个时候来到了京城，除非他也来了。我倒是正愁怎么把宫一城被困牢中的消息放出去，他倒是送上门来了。公子倒是好睡，这都快入夜了。妾叔，备车，出门一趟。是。还不是昨晚你太厉害了，小没良心。那要不我们先去吃点东西？怎么吃呢？讨厌。没事。哎呀，老黄，你不会敲门的吗？哎，等我。定妃公子，王爷让咱们上京是执行任务的，你成日在这胡闹，成什么样子？怎么就胡闹了？这是正经事儿。再说了，外面的事儿你们不会做啊，什么事都让老子亲自去做，带你们来干嘛？当饭桶啊？王爷有令。哎，打住啊！别天天左一个王爷右一个王爷的，这套对我不管用啊！行行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。不走啊？行。哼，我走。
别动我啊！我告诉你别动我，别动。哎呦，先生，咱们好歹都是老相识了，何苦每次见面都这么，动刀动枪的，是吧？多伤感情。过来。哎，嗯，不过你这样的朝廷大员来这乌烟瘴气之地，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为什么来京城？这不是我想来的，是王爷。看你久久没有进展，怕你叛变了，他非让我来京城探探你的虚实，说你要是真的叛变了，就让我当众拆穿你的身份。我当年就跟你说过，薛定妃只会有一个。倘若我的身份被拆穿，你觉得你能活多久？那太对了，我是你的替身，自然是向着您的呀。王爷如今年纪大了，这脑子不好，身子不济了，我这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还指望着您呢。少在这里跟我虚与委蛇。哎，王爷若想揭穿我，写封信给朝廷便是，还需要派你千里迢迢来找我？我自然是不中用嘛。不过，王爷眼下最操心的还是通州的要塞之地。哦，对了，王爷还给了我半封信，说是能要了燕子的命。信呢？啊，丢了。简书。哎，别！哎，江姑娘，闲言少叙，你这么晚来找我，可是燕陵那边出了什么事？是啊，今夜我下职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个人在兴武卫门口鬼鬼祟祟的，我便出手将他拿了。这一问才知道，他是平南王一党龚一成的部下。龚一成？他不是……既是逆党，你应带回兴武卫处置才是，为何来寻我？是啊，理应如此的。可是我一问，这人跟我说，他手里有那下半封燕家跟平南王勾结的信件。信拿到了吗？没有，这人就是来踩点的，身上什么都没带。人在哪？带我去看看。大人怎么才回来？那带人动静不小，只怕让旁人听到，那就不好了。见过姑娘。娘娘，这儿没你事儿，先回去吧。好。人你来审，弄清楚信的下落，还有他们的计划。好嘞。老子知道都已经交代了，信也不在我这儿，你还想怎样？你们在京城虽分开行动，但是必然有联系。两件事：第一，你的同党都在哪儿；第二，那封信的下落在哪儿。说清楚了，我一定保你活命；说不明白，兴伟有的是办法让你张嘴。我就是一个喽啰，其他的我也不知道。他们只叫我去兴武卫衙门踩点，然后把打听到的消息放到白果寺街头，别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若只给你派了打听消息的任务，何须同你说起信件？事到如今还想这样撒谎，就不怕死吗？哎，你还不老实交代！哎，大人饶命，饶命！小的说，小的说，这事是真不怪我呀。王爷他是既不信你，他也不信龚一成，当时给龚一成的信就只有上半封，这不是事情久久没有进展，所以才把我推出来了吗？我知道你要护燕家，所以我根本不敢拿这封信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把这封信给别人了。我这不是寻思着眼不见心不烦，就算真的出错了，也不会怪到我的头上吧？但是我没想到拿下那人原是龚一成的部下，根本不听我安排。估计想着拿那东西去投奔龚一成立功呢，所以半道就跑了。你倒是挺机灵，可你要知道，如果王爷知道此事，你得死多少次？先生，我这几天真的快要吓死了，跟黄钱的事半个字都没敢提。先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只要能保住我这颗脑袋，让我干什么都成。小儿
与兄弟们奔向来京城找公云先生，然后将燕家的信交给薛国公的。可是入了京之后，却联系不上公云先生，这没办法把信交给薛国公。我们又人生地不熟的，怕贸然行动会惹出什么祸来，只好分开行动。所以啊，就有小人去打探薛国公的动向，之后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将信件交上去啊。若你所言不虚，那么信应该还在你兄弟们手上。只要你告诉他们，已打探清楚薛国公动向，他们便会把信给你，是吗？姑娘问你话，那是也不是啊？是。那就好办了。周大人，你想按照我说的，让他写下信来，今夜送去白果寺，切勿打草惊蛇。不行啊！不行啊！这要让上面知道了，小人的命不保啊！姑娘，要不你还是回避一下？哎，姑娘，请您过目。小心些，若有什么变故，即刻来将府寻我。周大人，你之前上报给定国公那些关于燕家之事，无关痛痒，报也就报了，但这封信不行。明白。周大人，咱们这究竟是抓谁啊？这都连着蹲了2日了，莫不是有什么大案？不该问的事少问，都是上边的安排。这要是有所泄露，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周大人，这人怎么办？找个僻静的地儿，杀了。这么开心呢？小人命贱，本不值得大人动怒，只是大人取走的那一份，乃是白纸一张。若今日小人身死，我手里的东西，大人只怕再也看不到。他们是怎么识破的？是因起先那个逆党写下的书信，那书信里并未加上他们的徽记。拿着信的人明知道这就是个局，但这帮子人盘桓在京城已久，迟迟联系不上龚一成，竟然生出了谋财的心思。他们要多少？5万200银，要银票。3日之后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信。若我们不买，他们这是打算敲定国公的竹杠。这帮逆党，简直狮子大开口。此事就怪我，没能早点识破这些歹人的奸计。现在可倒好，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反而不好办了。唐儿，你拿了这把焦鞍去幽篁馆卖了。钱也要卖了吗？姑娘不准备留着做纪念了。往后的事，待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。记住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去幽篁馆卖掉刺青，明白吗？嗯。是薛定飞那儿有信的消息了吗？这信倒是没着落，不过这琴倒是来了一把。怎么回事？是江家的丫鬟拿过来变卖的，我看就是你把人家给吓着。
不愿意再跟你学起来。这把琴是燕灵送他的，就算他是小性子，也不可能随意拿来变卖。定是出了什么事儿？这平时他的消息你不是最清楚吗？怎么，那一夜之后什么都不跟你讲了？你一贯是稚气无声，怎么如今被一个小姑娘牵着鼻子走啊？哎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和尤芳英相熟，去打听一二。若他真的着急用钱，定会动用严谨的账。我的谢少师，您这是求我办事呢？若你不愿，那另外几把琴的钱……愿意。你我之间，哪有什么愿不愿意？走了。哎，不行，姑娘说了，这是我们的账册，外人是万万看不得的。你这话说的也太没有良心了吧？做生意是谁教你的？人梅志那边的严警谁帮你们盯着的？现在我成外人了，这门给我看一下。这，除了姑娘以外的都是外人。吕老板，方姨很感激你，可是受人之命，重人之托。今日若是让你看了账本，那来日若是有人让我对吕老板不利，方姨该当如何？我说一句，你8句顶我，还说你傻，我看就你最精。哎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江府这次拿出来不少东西低价变卖，就连燕林送给他的琴都拿出了卖了。我只恐江姑娘这次算是真遇上什么难事了，又不好同咱们开口。我知道你是真心关心她，但我与谢薇又何尝不是呢？这样，账本我可以不看，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她到底怎么了？父亲，女儿前几日托您的事可有结果了？那几箱东西啊，贵重是够贵重了，只是咱们对当的太过着急，难免被别人趁机压价。不过还好，是25000两，都在这儿了。竟有这么多？燕林这孩子，这些年来对你用的心思可见一斑呐。如果不是造化弄人，你们俩现在都成亲了。女儿对燕灵始终只有朋友之意，只盼着这些银子能够真正帮上她吧。今天一大早，江二姑娘就去了牢里，从尤芳英手中的严警账上提走了2万两，听说神情还十分的冷凝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从几个古玩字画店的朋友那儿打听到，江家近几日拿出了对当的东西，差不多有2、3万两。他急于用钱，还不惜卖情。先生，您就不要再为了别人劳心耗神了，行吗？只一个薛定飞，一个朝廷的剿匪之计就足够令您费心了。那江姑娘她也不领受，您何苦？先生，怎么样？偷信之人还未找到。我说另外一桩。哦，这几日江姑娘和周银之频繁见面，仿佛在密谈些什么。道情、简叔，你们俩盯紧江府跟周银之，尤其是周银之。宁儿想做些什么，必会透过他的手。是。是。这里面是5万两银票，今夜你去交款之时，一来要低调行事。如今燕家被判了流放，若此事闹大，搞不好要重审，定个杀头之罪。二来，拿到信件之后，一定要详细检查，若他们交的是封拓本，立刻将人压下，向我来禀。你要记住，信上的内容绝不能再让旁人知晓。是，这我知道。这些是给你和你的兄弟们的。我知你办事不易，今日此等大事，还要劳你更加费心。那就先谢过姑娘了。哎，那今天晚上这事成之后，
那些歹人的下落还要继续盯着吗？你只管做我交代你的事，后面的事我自有安排。好。给你，尝尝。周大人，就这么让他们拿着钱走了？别那么多废话，赶紧回去复命。不是我说呀，这京城里的人到底是富贵了，5万两说拿就拿，那不正好？咱们下山喝酒去，走。哥，救救我呀！你们什么人啊？想干什么？我家先生有话要问你们，随我走一趟吧。回先生，已经详细审问过了，这几人来路可不小啊。正是到了定妃公子手里书信那帮人。那信呢？我们上上下下都搜查过了，什么信函都没有，反倒是搜出了这些银票。那逆党头子说，信交给了姓武卫的一名大人，因是周银之无疑，这银票就是对方给他买信钱。那这倒是对上了，我们遍寻不到的东西，偏偏跑到他手里边去了。他想方设法的筹钱，借周银之之手买下了此信。到底还是年轻啊，不知人心险恶。这次要不是你出手，不知道那些逆党还会做出什么事情。好一个宁儿啊！你笑什么呢？你自己看看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还说宁儿不知人心险恶，我看他早就把你我2人算计进去，借着我们之手除掉后患呢。这是何意啊？先是故意拿着焦安到幽篁馆来卖，引我们怀疑他真的出了事儿。若非是他同游芳吟叮嘱过，按游芳吟那死忠的性子，如何能被你问出话来？还有周银之的行踪，刀琴剑书的行动，这桩桩件件，恐怕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暂且不说这么短的时间能不能凑齐这5万两银票，谁知道这帮歹人会不会拿着信再去卖给别人啊？所以，我们绝不能放他们离开京城，必要绝了后患才行。我已经挑了兴魏忠跟我过命最靠谱的兄弟了，可若要将这帮人斩草除根的话，肯定免不了一场恶仗。这动静要闹大了，闹到国公那儿。上次我们从尤家那诈来的钱还有些剩余，你先拿给这个人，放他回去，跟他说3日之内我会筹措剩下的钱给他。至于斩草除根之事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或许可以让别人替我们办了此事。不是，她一个闺阁女儿，能有这么厉害？厉不厉害？明日一问便知。剑叔，明早去江府，叫他来学琴。是。还有，宫一城那几个手下尽快解决。眼下通州之计在即，最要紧的是让燕家安全出京。届时，他们就算有通天的手段，也难掀波澜。周大人送了什么东西来，竟让姑娘如此伤心？一封人人都想得到的东西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明日还要一早出府呢。是。相告定妃下落，让吾与其相见。
当年之乱，吾回京已晚，定非为人所迫，妻皇父死。此时亦困顿家解之死。吾与阁下道不同，本不相为谋。然阁下今以定非未死之事相诱，又言当年之案还有内情，望如实相告一切。如此，阁下信中所提将金陵之众编入军中一事，或可议之。难怪逆党会觉得这下半封信捏着燕家的命脉。燕侯爷为了稳住平南王，追问薛定妃的下落，竟在信中写了些假意周旋之语。若是旁人看着，恐怕的确会被当作勾结逆党的铁证。不过，就薛定妃那德行，燕侯爷若见了，怕是会觉得还不如不找吧。见过皇后娘娘。啊，这是娘娘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？谁准你用那种眼神盯着本宫？娘娘息怒，微臣刚刚远远瞧着，以为是天上的仙女下凡，是已多瞧了几眼。本以为微臣的妹妹已是绝色了，想不到世间竟还有皇后娘娘这样的女子。哼！住口！竟敢如此冒犯娘娘！皇后娘娘恕罪。这位是定国公家刚寻回来的世子，今儿个圣上刚刚恩赐了世子官职，还请皇后娘娘网开一面，饶过他这一次吧。原来是薛贵妃的兄长，果然是一门子亲戚，没教养的东西。娘娘所言极是，这薛家满门上下，真没一个好东西。他是从哪里被找回来的？江雪宁啊，江雪宁，上一次除了当皇后，你还记得些什么？罢了，再过1-2年，那薛定妃自然就会回来。这一次燕侯爷还在世，总会有相见之时。小哥，我家姑娘求见谢少时，还请您通禀一声。见过先生。信呢？这么紧要的东西，自然不会带在身上了。那你来做什么？学生担心先生有话要问，一大早便赶来了。先生连杯茶都不招待吗？我看你想要的不是茶，是这焦安5万两银票，还有那逆党的永绝后患吧。宁儿，你果真有本事啊！这本事也都是同先生学的，也好让先生尝尝被人蒙在鼓里的滋味。那半封信事关重大，不是你可以拿来赌气的儿戏。此番若是你计划落空了，亦或是逆党还有后招呢？届时燕家怎么办？宁儿，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忘了是吗？所以我才故意让你知道的嘛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神仙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料到。如果有万一呢？这一次是我轻率了，也是我利用了你，我向你赔罪。可是先生，有些话你也忘了。你我曾经说好要相互信任，互通有无的。上次的事情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你还想如何？学生希望先生从今往后事前有商量，事后有交代。你就不怕知道越多，死得越快？我若是怕死，便不会与先生同路这么久了。答应你也可以，赶紧把信给我。其实那封信学生自己处理也行。好，我拿给你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这么胆大包天，行些阳奉阴违的事，学生明白。
学生谨记先生教诲。那就多谢先生，学生先回去了。是你能看见什么我看不见的？我实在是不明白，这江雪宁既不恭顺又不温柔，牙尖嘴利，尖酸刻薄，整日就知道给先生添麻烦。先生到底为何对他与众不同啊？你呀，到底还是太嫩了些。哎，这人啊，他都是有一定极限的。你想啊，谢居安从小经历了那么多惨绝人寰之事，现在又背负了那么多秘密，还每天过着刀口上舔血的日子。哎呀，谢居安背负了太多了。先生若是需要倾诉，我不行吗？再不济刀秦那个闷葫芦也成啊。你，你我皆不行，敬畏太重。可这江雪宁则不同，她呢，虽然年岁不大，但是与她势均力敌。他们二人啊，都是看起来冷性，实则都是重情义之人，既相克又相惜。或许啊，这谢居安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对江二姑娘到底是什么感情，但是你看着，终究有一日，他们俩一定会走到一起。这个谢薇，每次遇上燕家之事，反应都奇奇怪怪的。果然，当年的传闻并非是完整的真相。燕侯爷知此消息，却不曾告诉薛家。难不成害薛定妃的也有薛家之人？当年谢薇燕灵杀入皇城，屠尽薛氏满门。若燕灵是为父亲和姑母报仇，那谢薇在此事中扮演的是何角色？他人呢？放下信便走了，定是害怕先生责罚，不敢来见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太子殿下，我娘说了，男人有泪不轻弹，不能哭的。你懂什么？外面都是叛军，他们会杀了我们的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舅父从边关带来的虎头鞋。我舅父说了，能打老虎的都是英雄。殿下和我一人采一支，这样咱们就都不怕了。娘娘，他连7岁的生辰都还未过。我儿是君，他是臣，臣为君死，天经地义。就凭尊卑有别，贵贱不等。这几款虎头鞋做的都很精巧，倒是颇难选呀。谢卿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来帮朕瞧瞧，给朕的皇子备哪一双好？
圣上真是难煞臣了，此事臣实在不知。谢卿，你与朕的年纪相仿，可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，可得抓点紧了。臣年少时得过一卦，说臣乃是孤寡之命，自幼克父克母，久而久之，臣也不贪念婚缘了。不比圣上，全福全寿，天生龙象。你呀，今日前来可是为了通州一事？不错，臣已按圣上旨意布局好了一切，只是这逆党狡诈多疑，为求稳妥，还请圣上用玉印下达几封旨意。下旨，做戏要做全套，方能让狡诈的逆党深信不疑，进入构中。来了来了，几位官人，请问你们找谁呀？奉圣上之命，缉拿勾结逆党的罪臣张遮归案。逆党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我儿他就在刑部当差，他怎么可能跟逆党牵扯在一起呢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娘，遮儿，遮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快同他们解释清楚，你怎么可能跟逆党有关系呢？快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去。娘亲放心，他们只是奉旨办事，带我去跟他们说清楚就没事了。您安心在家等着，儿子向您保证，年前此事一定能了。届时回来陪您过年。遮儿，经多番追查，今有平南王逆党贼首龚一成于白果寺被捕，羁于狱中，另有其手下逆党数名已被剿灭。经审问，京中隐有逆党据点数座，凡有提供线索者，赏银100两。若有窝藏之人，罪同谋逆。喝一杯。公子真是好酒量。你也尝尝。滚出去！娘，怎么了？又这么大火气？你知不知道，龚一成被朝廷抓了？这龚一成被朝廷抓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朝廷的海捕公文都贴出来了，说是查到了咱们在京据点的线索。王爷花了这么多年才在京中布置下人手，要是跟着他被揪出来了，那不完了？没有要事，铁定是完了。老黄，你想啊，自打咱们入京以来，这都多少天了？这龚一成有按照王爷的命令联系过我们吗？先是跟着我们的那些龚一成旧部下落无踪，如今朝廷又发现了线索，你还不明白？你是说，龚一成叛变了？你到我之前为什么不执行任务啊？我早就看出不对劲儿了呀！搞不好啊，上次那通州军营哗变失败，也是他龚一成的手笔。哎呀！依我看啊，咱们必须马上启程返回金陵，将此事告知王爷。不行，为什么不行啊？如若现在走了，那在京的师弟就再也拿不回来了。无论如何，都得把龚一成从大牢里带出来。要是他没叛变，那就是那个神出鬼没的杜君先生才是内鬼。如果他当真叛变，老子一刀把他宰了。但是这大牢是兴武卫把守啊，就咱们带的那些人，怎么闯？实话跟你说吧，前些日子
我收到消息，王爷走前已暗中让冯明宇上京，带了火药，准备炸毁通州关隘。火药？所以啊，你我找准时机，把龚一成带出京，冯将军就能接应咱们回金陵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老黄，我真心拿你当兄弟，你就是这么瞒我的？这王爷的意思，我听王爷的。行吧，这冯明宇都来了，看来王爷是不想失去在北方的布局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咱们就定在燕家流放之日再行动。届时，兴武卫人手定是出外押送者居多，大牢空虚，也方便我们动手。行。薛定飞传来了消息，他按照你教他的话引动黄钱，决定解狱了。只是，此事出了点变故。变故？什么变故？王爷暗中派了冯明宇上京，并且携带了大批火药，想要摧毁通州关隘。这次黄钱劫狱，冯明宇也会在城外支援。先前在金陵，我跟龚一成都是平南王麾下的谋士。平南王生性多疑，常常对我二人实行相互制衡之策，这才让我寻得了空隙，暗中布局。但是冯明宇不同，他是平南王麾下唯一统领军队的人，深受其信赖。虽然没见过我，但肯定知道我很多消息。张遮想要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扮演督军，可不是什么易事。先生，那怎么办？倘若那张遮露出马脚，冯明宇定能猜出这事是您的计划。可不是吗？这个薛定飞是个手术两端靠不住的，未必不会出卖于你。但现在还不到跟平南王兵戎相见的时候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冒险告诉张遮一些督军的消息，希望他能活到通州吧。以张遮的敏锐，你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。纵使瞒过了冯明宇，待张遮回京之后，你又要受到刑部的盘查。如果张遮一意孤行，那就只能借冯明宇之手，将所有人葬在通州。你先前向沈郎提议让薛远带人去通州接应，是为了让他与逆党互斗，好坐收渔翁之利。但如今冯明宇手中有火药，一旦爆炸难以生存。你是想把薛远也一起？是，犯下累累罪行的人是该受到惩罚，但他毕竟是你。你自己再好好想想。哎呀，多多先生。姑娘，周大人传讯来说，今日朝中下了旨，燕世子今夜便要被流放。他问姑娘可要前去送送。今夜？为何如此突然？上一次分明还有一段时间啊。姑娘，去，让他尽快帮我安排。是。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突然说要流放，而且把兴武卫的人手撤出去不少，所以才有了机会能让姑娘见见世子。虽是走得急了些，但幸亏你及时告诉我，我若是未能赶上送他一程，我心实在难安。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前面就是了，门锁我已经打开了，虽然暂时不会有人来，但还是快点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嗯。
别动。不是说圣上有旨，不能对你和侯爷动刑吗？他们竟然敢打你！敢来这种地方，长本事了。你身上的伤还没养好，此去黄州，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。薛一，前些日子找我麻烦，不过动手的人都知道圣上的旨意，不敢真动私刑。这都是做样子，看着吓人，一点也不疼。我自小挨过我父亲多少打呀，别人不知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好啦，瞧你这呆呆傻傻的样子，我便是真去了黄州，只怕都放心不下。燕玲，我其实不傻的。我知道，提前发现薛家的图谋，给我们通风报信的是你；寻来周云之，买通新五卫给我行方便的也是你。想必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，都是你在帮忙吧，宁宁，谢谢你。你永远都不必谢我。这些日子在这儿，一个人把很多事情都想清楚了，可还有很多事情，怎么想也想不清楚。宁宁，你对我这样的好，我也待你那样的好，可为什么你就不喜欢我呢？跟你没关系。我说过的，我是个坏人。那又是怎样的坏？我做过一个梦，梦里面我傻傻的跟你说，我想当皇后。那天正好是你心情差极了的一天，所以你就很生气，同我大吵一架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真的当上皇后了，你也回来了。燕玲，你疯了！就是疯了！跟别人一起把我关了起来，对我好坏好坏。我是个胆小鬼，梦里的你那么坏，所以我就不喜欢你了。那怎么能叫你坏呢？分明是你梦里的我太坏太坏了，才吓得宁宁不敢喜欢我。怎么办呢？我马上就要去黄州了，来不及看你做皇后了。在下刑部张遮，敢问定国公可知我大秦律令？宁宁，你看他时的眼神，便像极了我看你时的眼神。对不起。你若真觉得对不住，那就趁我回来之前努点力，早点把自己给嫁出去，嫁一个值得托付的好人。要不然等我回来，我可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我都会把你抢过来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时辰已到，押送燕牧、燕林前去流放。是。银票你贴身放好，
这些碎银子是留着给路上押送的衙役差官的。此去路长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万事莫要冲动。你要记住，活着才有希望。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我都是拿你往日送给我的东西换的。宁宁，我既然送你了，又怎么能往回拿呢？严离，宁宁，莫要跟我耍倔。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？你不用那么担心，你也不想想，往日我们侯府在朝廷也算是根基深厚，况且你又提前提醒了我们，让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，哪那么容易真的落入完全不能翻身的窘境？我答应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一定平安回来。姑娘，哎，姑娘，国公派人来押世子了。快去吧，一会儿被人看见就麻烦了。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你要是骗了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了。我答应你。哎，行，快出来吧。走吧。废人燕林，准备散步。现在外面人太多了，要不等押送的人都走了，咱俩再出去。先在这躲躲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我燕回会平安归来的。先生，这里风急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府吧。黄州可都安排好了？都安排好了。狱中的布置如何了？一切妥当。那黄乾确定动手了吗？是。回去吧。是。生变，必有增援，速速找到公仪先生。
是。发生何事了？这是有人要劫狱的信号。今夜牢里人手不足，人要来得多的话，恐怕要出乱子。这样，姑娘，你拿着这个，沿路往回跑，找个空牢房躲起来，不管听到什么，千万别出来啊！那你呢？我肯定得先去看一眼，等乱子平了，我再来找你。好，你千万别出来啊！安静点！出去！别吵！我们出去！我们出去！大人，现在外面是何情形？来劫狱的歹人四处将锁链砍断，将囚犯们放出。我们本就人手不足，现在更是腹背受敌啊！不要慌，赶紧从后面出去，请求国公派人增援。是。狗快，带我出去！我要了你们狗命！大哥，与其让这些囚犯与歹人里应外合，不如将他们全部绞杀在此。都给我动手！大人，他们并非全是死囚啊。时机从权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等那些歹人冲进来，死的就是我们。杀！是。什么人在那？兄弟们，跟这帮狗官拼了！杀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快去找公一先生！失礼了，江姑娘，
不过眼下不是说话的时候，等一下逆党就会搜来此处，还请你改改衣装，太精致容易被怀疑。逆党？来劫狱的是逆党？哦，我自己来。风吹很轻，吹落花开满一地，吹动我心。月光下你的叮咛是很动听，靠近的很小心，世界停留在梦境。我用这个帮姑娘梳发。今夜朝廷在此定下诱捕逆党之计，眼下姑娘出去，只恐会有杀身之祸。等一会儿还请姑娘跟在我身侧，小心行事。若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快上！国公，现在大牢里面一片混乱，该如何处置？还请您示下。小小之辈，竟敢在本宫眼皮子底下作乱！今夜牢中作乱之人，一律格杀勿论。是。黄大哥，危险，公益先生，那边也没有。情报分明如此，怎会出错？再找。是。不必找了。大牢内根本没有宫一城，你们已经中了朝廷的计。那阁下又是什么人？同你们一样，王爷的人。不要多话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速速随我出去。等等，我等并未自报家门，你是如何知晓我们身份的？若解释不清楚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杀！黄大哥，黄大哥，黄大哥，外面来了好多新武卫，咱们兄弟都死了，赶紧逃吧！什么？你们还在等什么？朝廷故意放出宫一城在此的消息，就是为了请君入瓮。若现在再不走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外面那么多人，怎么走？随我来。走。都给我住手！
说，你们是受何人指使，入大牢想做什么？少废话，要杀便杀，会有人替我报仇的。叶儿，带人继续在京中搜查，我就不信区区10几个贼人就能把大牢闹成如此模样，其中必有蹊跷。是。国公明鉴，非是我等防守不力，而是今夜朝中调走了不少人手，本就守备空虚，是以……你这都是托词。朝廷再怎么调遣，也必会留下足够的防御人手，何至于闹成这个样子？我看你们中间有人不是擅离职守，那就是勾结贼人。国公，属下认为周银之甚为可疑，他先前1连3日在当值之时擅离职守，不知道去做什么了，而且这大牢里的犯人也是他让上的。擅离职守，擅离职守的人应当是你吧？方才贼人作乱，你是不是最后一个出现的？你胡说八道！国公，属下可为周百户作证。魏西，你国公，这些犯人如若不杀，他们定会跟贼人一同作乱。不单单是如此，他们还会成为执政信武卫看守不力的人证。属下相信，若是国公在场，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您若是不相信我，那周延之的命，您拿去便是。谢国公，起来吧。我杀他，不是有多信任你，也不是有多想保你，而是警告你。还有你们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他的下场，在本宫手下，无论是草包叛徒，还是心有所谋、阳奉阴违，通通都留不得。是。侯大哥，他们就快搜过来了，咱们还从东门走吗？阁下到底是怎么知道宫一城之事？还有你的身份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为救宫一城入大牢，如今又将你们从信武卫手中救出，我是什么人，何须赘述？你什么意思？阁下在王爷身边这么多年，难道就不曾听说过杜君山人？杜君山人，你是杜君先生，黄大哥，那咱们有救了。杜君先生在此，一定有办法把咱们带出去的。杜君山人，杜君先生奉王爷之命潜伏在朝不假，但其面容我们可是从未见过。阁下空口白牙说是便是，总该有些凭证吧？今夜之事还不算凭证吗？日前宫一城被捕，我千方百计费尽心思掩人耳目进入大牢寻他，却一无所获。思来想去，竟觉中了朝廷的算计。好在我早有筹谋，却遇上你们这帮蠢物。阁下刚才话里的意思是，朝廷一早就知道我们要来劫狱，但我等奉命是暗中到京，怎会泄露？我若猜得不错，宫一城早已叛变。朝廷已将你们之事摸查得一清二楚，眼下东门外定有重兵把守，插翅难逃。我的身份是与不是，
你们派人去东门一看便知。你去，小心点。是。更衣和球衣太过明显，去找些普通衣物来。是。京中共有4道城门，当晚圣上会下旨，令禁军分批驻扎东南北3门，佯装埋伏，唯留西门空悬。届时张大人只需带着从大牢逃出的逆党前往西门，说出暗语，对方就会放你们离去。此一举足够张大人许信于逆党。听闻杜君山人有神出鬼没之能，此举的确可信。若谢某所料不错，逆党中人离开京城之后，会在城外不远悬疑落脚处，先集结人马，再前往通州。从京城去往通州共有3条路，谢某也无法预判他们的选择，所以这一路上只能靠张大人自己了。这一路上，我会想法子摸清所有逆党的据点。待张大人进入通州城之后，再依次暗号寻永定药铺，届时朝中之人会接应张大人。好。不过，谢大人似乎对逆党的形势很熟悉，当真只是从逆党的案卷供述中得知吗？张大人身在刑部，日日处理平冤断案之事，谨慎是好，但若过甚，那就是多疑。多疑于自身无益，不是吗？黄大哥，东门那有好多士兵，咱们出不去了。龚一成，这兔崽子真的把我们卖了！现在知道还不晚。如今内有新武卫全城搜捕，城门处也有重兵把守，你还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吗？说的好像你能把我们带出去。我在朝中经营数年，人手还是有的。想要活命的话，就随我来。黄大哥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走。兄弟们都检查仔细点，你们看看还有没有能喘气儿的呀？来这个，好。姑娘，姑娘，走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信我？若城门无异常，我便把你的人还你。什么人？西城黄老板，我有货，急着出城去接。手续已备，文书俱在，还请开门放心。原来是黄老板要出城，开门。是。早听闻杜君先生乃是王爷埋在朝廷高位的暗桩，想不到竟有如此之能。伙计们，
宁儿被掳走，他怎会卷入此事？少师大人，您知道大牢的事了。还请少师大人您恕罪。这事是怪我，怪我没能护好姑娘的周全。那歹人是穷凶极恶的，我就是担心姑娘的安危，再一不小心，这是影响了姑娘的清白，所以就一直没敢禀报给国公。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只能来找您来了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宁儿姑娘今夜去过大牢之事，万不能向旁人透露半个字，否则我要你的命。